我到西北跑大车运煤。那天早晨，我们正在排队装车，忽然听到有人高喊：不好了，煤堆下压住人了！我们一帮人跑过去帮忙，可把煤山都翻到底儿了，也没见到半个人影。那名高喊的工人都慌了，他磕磕巴巴地解释：不对啊，我明明看到了，煤堆下面压着一双皱巴巴的人手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工人被他队长叫到旁边去一顿训斥，可他还是坚称自己没有看错。人群无奈散开，我跟同来的几个人一起去了矿区的洗手间。这座煤矿也算是老矿了，设施都比较陈旧，卫生间的灯很暗，木头门也不结实，有一扇玻璃窗还是破的。我们凑在厕所隔间外面的洗手池旁，就着冰凉的水擦洗脸上的煤灰，也不知道是外面起风了，还是哪里震动。南侧这面的门突然开始来回晃悠，嘎吱嘎吱地响个不停。老张一边拿着毛巾擦脸，一边还道：可别是起风了啊，要是刮风了可就不好走了。我们运煤的路上要经过大片的戈壁，别的不怕，就怕风大。不能吧，我看天气预报了，今儿是晴天。王成挤在前面，最先洗完了，正要往外走，人刚一转身，忽地定住了。龙哥！我听到王成抖着嗓子叫我，我抹了一把脸，顺着他僵住的方向看过去，正好看到那扇碎掉的玻璃窗外面贴着一张黑乎乎的人脸，像是人脸，仔细看却又不太像，因为有点太大了，比篮球都要大2圈，脸上还皱皱巴巴的，满是沟壑，像是五官的地方都挤在一起。下一秒，那东西呼啦一声就不见了。什么东西？老张只看到窗外有东西一闪而过，没有我和王成看得清楚，但到底是什么，我也做不得准。王成脸色煞白地回头看我：龙哥，那东西不会是，说不定就是块破布，别瞎想。我打断他。老张一看王成惊恐的表情，连忙提醒他：你可别瞎说啊，没看刚才小刘都挨训了。我跟你说，矿里最忌讳这些，人家天天下井都是有讲究的。这边老张还没嘱咐完，那边大顺冲进来了：龙哥，不好了，武德发他们要插队。我跟老张、王成、大顺几个其实不是一个物流公司的，我以前有自己的物流公司，在跑大车这一行干了10多年，但后来被合伙人坑了，公司破产，欠了一屁股债。最近几年我都在耍单帮，干些杂活还债。大顺是我以前的员工，也是我好兄弟，他现在的老板朋友跟我也是老相识。这次也是朋友找我，他签了到西北运煤这趟活，但不能亲自来，不太放心。他跟我说：龙哥，这次的活不止咱们公司干，那矿挺大的，但有点饭。说道当地的物流都不愿意接，招了好几伙外地的运输队，这天南海北的人凑在一起抢活干，只怕事儿挺多。你就帮我去压阵，车和费用都我出，我再给你多抽30%，你看行吗？我本来不太想去的，因为我家里就剩了一儿一女和老岳母，去西北一趟太远了。但考虑家里需要钱，孩子们都在读书，岳母也劝我不用多担心，我还是答应了。到了西北这边，果然矿上来了好几伙运输队，其他人都还好说，唯独武德发那一伙人经常生事。我们运一趟煤要走2天半的路程，中间得在一个叫库利的休息站过一夜。一路上都没有什么村镇，公路两旁都是戈壁荒滩，现在又是深秋，大家都不想多走夜路。为了能尽快装车，我们几个特意早起了1个多小时去排队。现在眼看要装上了，武德发那一伙人姗姗来迟，竟然上来就要插队。我们赶到装车点时，几个年轻的司机已经快跟武德发那伙人打起来了。老张、大顺看到，连忙冲上去把他们拉开。武德发是个光头，长得膘肥体壮，手底下有10来个人，以前总在南阳一带干活，说话口音很重。一见我来了，武德发倒是变脸变得很快，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道：龙老弟，你带这帮小孩子不懂规矩啊，这些天都是我们先装车的，
他们这么堵着路算怎么回事？你放屁！绍兴是我们一伙人里年纪最小的，进朋友的公司也才2个月，正是不肯吃亏的时候，路是你家建的啊！我们都排了1个多小时了。行了，我让绍兴闭嘴，转头看向伍德发，我们按规矩排队。5兄弟要是有矿上的特许，可以先装车，那让运输部的人过来跟我们说一声，我们可以让。要是没有，那大家还是先来后到的好。伍德发见我没给他面子，脸上顿时不大好看，跟着他的一个小弟直接梗着脖子道：我们就他妈的要先装，一帮屎狗屎的，想怎么样？你是嘴巴欠抽了，还是没人教过你怎么刷牙？我冷脸往前迈了一步，黑压压的影子投在伍德发身上，你要是管不好手底下的人，我不介意代劳。伍德发离我近了，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。我这人天生异相，长得骇人，身材也远超常人的高大魁梧，在这大西北被风沙吹了10来天，越发像那些山村野庙里的修罗恶鬼了。这时伍德发身后一个干瘪的老头靠近了他，低声说了什么。伍德发皱了皱眉，在抬起头时神情都变了，笑呵呵地对我道：不好意思，龙兄弟，是小孩子们不懂事，你大人有大量。这样，你们先装，我们后面排队就是。伍德发利落地带着人走了，我又看了那老头一眼，他好像很得伍德发重视，穿着都比别人金贵，这些天也没看他干什么活，就整天跟在伍德发身边。我们终于顺利出发了，我们车队一共5辆车，赶着装完就赶着走，我跟王成是最后一辆。临走时路过伍德发的车，我往里面看了一眼，伍德发还在下面抽烟，他的驾驶座上却放着一个小黑坛子，像是某种摆件，只有人的拳头那么大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开上公路后，视野变得非常宽阔，戈壁荒滩是在内地看不到的景色。但是看的时间长了，人的心也会变得非常空，尤其是在一条笔直的公路上，有种一直开不到头的感觉。我跟王成上午、下午换着开，晚上10点左右到了库里。这边天黑的晚，跟内地还有时差，这个时辰天还没全黑透呢。库里不是什么大的休息区，只有几栋2层的石头房子，一伙牧民在这儿卖些吃的喝的。这边也很少有私家车，基本都是大车司机路过休息。我们到了没多久，伍德发一伙人也到了。伍德发还带着那个老头，见到我时还笑了笑，但碰到绍兴就没什么好脸色了。绍兴也是个刺儿头，捧着刚打来的饭，堵着路也不让，被我喊了一声才动了一下。伍德发瞪了他一眼，回头走了。晚上我们留了一拨人在车上看梅，其他人都在石头房子休息。我跟老张一个屋睡到半夜，突然醒了，不知道几点，外头的月亮很大，我也没拿手机，借着月光去卫生间。我这边刚推开卫生间的门，背后突然有人叫了我一声：龙哥！我猛地回头，背后什么都没有，老张还躺在床上，呼吸均匀，睡得很沉，四周都很安静，也许是我听差了。我这么想着，转头走进卫生间，可门都没来得及关，又听到一声龙哥，那声音分明，仿佛就在耳边。这次我听清了，是大顺的声音。可大顺明明睡在1楼的房间，怎么会突然喊我？我顿觉不太好，赶紧拿起打魂鞭就往外走。打魂鞭是小时候一位老道人送给我的，我在水沟里救了他，他对我说：修罗像，菩萨心，你这辈子注定要吃阴阳饭。我这几年为了赚钱还债，接了不少邪门的活，这根打魂鞭也帮了我很多次。我到了1楼，敲了敲大顺房间的门，敲了半天，却是睡眼惺忪的绍兴开的门。你大顺哥呢？我问他。绍兴揉着眼睛道：我晚上不太舒服，大顺哥去帮我看车了。我一听，连忙往外走。此时应该是后半夜，惨白的月亮挂在天上，把四周都照得白花花的。大西北的夜晚安静得吓人，这里地广人稀，除了风吹过荒野的呜呜声，什么声音都听不到。我穿过几栋石头房子，走到我们停车的广场上，
我们怕人偷煤，几乎每辆车上都留着人，可也不知道是太晚了，大家都睡了，还是怎么着。我一路走过来，连点手机的亮光都没看见。等接近了大顺的车，我忽然听到了一点说话声，那声音很小很细，似乎是饿啊，好饿，我快步走到大顺的车前，就见一个白花花的影子趴在驾驶座那侧的窗户上。他双腿直立，身体细长，脸紧紧压着玻璃。我也没看清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打魂鞭一甩就抽了过去。空气里啪的一声，那东西似乎是被我吓到了，猛地转过头。我心里跟着一惊，因为有那么一瞬，我还以为自己看到的是大顺。那张脸上的五官跟大顺真的很像，但是那东西的皮肤明显不对劲，没有毛孔，也没有纹理，光滑的像吹起来的气球一样。我担心这东西把大顺给害了，又是一鞭子抽了过去。那东西却瞬间四肢着地，头仰在背上，像蜘蛛一样，速度飞快地爬进了车底。我绕着车子追了它一圈，但它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我赶紧回到车前，打开车门，就见大顺脸色苍白地仰头靠在座位上，人像要窒息了一样，嘴唇都紫了。我喊了2声，没叫醒他，又试着按了按他的人中。大顺这时才猛地吸了一口气，睁开了眼睛。我等大顺缓了一会儿，问他刚刚怎么了。大顺惊魂未定，龙哥，我也不知道是做梦还是真的。我本来想眯一会儿，可刚闭上眼睛，就听到外面有人敲车门，说他饿了，问我有没有吃的。我说有，我正准备给他拿呢，余光就瞥见车窗下面伸上来一张惨白的脸。我猛地回头看了一眼，吓了一跳。那东西根本就不像人脸，更像一张平铺的面饼，五官都是瘪的，嘴却能动，还在说话。我紧接着就脑袋一昏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安慰了大顺几句，把他送回了石头房子休息。接着我又回到了停车的地方，我绕着大顺的车子检查了一圈，没再看到什么诡异的东西。但是我在后车轮旁边发现了一块有些奇怪的深色印子，我稍稍弯下腰，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腥臭味。是大顺开车时压到什么了吗？还是在哪里沾到的？我有些疑惑，因为这味道很像某种发臭的鱼，在这干燥的大西北真的很难闻到。我用水冲掉了那块印子，然后替大顺在车上守了一夜，没有再发生什么怪事。第二天临出发前，我们又遇到了武德发一伙人。武德发笑嘻嘻地看着我问，龙老弟，昨晚休息得好吗？挺好的，我回答道。这时我又看到了那个老头，他双手捧着那个小黑坛子，发现我看他，就把那小黑坛子用袖子盖上了。龙哥，水我打好了。绍兴拎着水壶跑过来时，武德发好像愣了一下，但他也没有再多说什么，转头走了。我们顺利地把煤送到了安河火车站，休息了一夜，又赶回了矿场。矿里也给我们运输司机准备了过夜的宿舍，跟矿工们的宿舍都在一栋楼里。但这次回来，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矿里的气氛有些奇怪。晚上吃饭时，我们跟一个相熟的老矿工打听，才知道我们在路上这几天矿里又出怪事了。那矿工姓袁，我们都叫他老袁，他在这座煤矿工作7、8年了，跟我们几个算是老乡，所以熟悉得很快。老袁偷着告诉我们，井下发现煤魁了，好几个人都看到了。啥是煤魁？王成愣愣地问道。就是煤里长的一种东西。老一辈人说，煤里压过人骨，就会长出煤魁。那东西黑乎乎的，就像几块骨头撑着一块皱巴巴的人皮。王成脸色顿时白了，我知道他肯定是想起那天我们在厕所里看到的东西了。这东西祸害人吗？老张问道。祸害人倒不至于，就是吓人，而且不吉利。老袁皱着眉道，要是别的矿还好说，咱们这边的矿在当地本来就犯忌讳，你们没看当地人都不愿意来吗？这边的矿怎么了？是死过人吗？王成又满脸惊悚地问道。
何止是死过人啊！老袁压低了嗓音对我们几个道：“我听当地人说，这里以前是什么古国的祭祀场，常用活人祭祀，搞出了很多邪门玩意儿。你听他吓唬你们吧。”这时另一个老矿工阿贵走了过来，他算是半个当地人了，娶了当地的姑娘，在这附近生活了很多年。当初要修建这条公路时，就有很多人说修不成，说地底下埋着魔鬼。可结果呢，军队开进来，别说这条公路了，天边的山都凿开了。这些年虽然时不时闹些小动静，但终归没出过什么大事儿。就是这边地理太偏，本地人都不方便回家，所以不爱来。老袁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跟老袁、阿贵聊了一通。我本来以为王成应该不怎么害怕了，结果这二愣子非大半夜的叫我起来陪他上厕所。宿舍这边的厕所都是在走廊里公用的，王成一路上打着手电，人都还哆哆嗦嗦的，生怕再看到什么东西。矿场夜里倒是比库里亮堂不少，外面的广场上都亮着灯。听说这边的井下经常3班倒，夜里常常都不休息，但最近好像因为闹煤亏的事，工人们夜里都不下井了。此时宿舍楼周围是很安静的，我还在等着王成上厕所，却突然隐隐听到窗户外面似乎有大车启动的声音。我们的车停得离宿舍楼都不远，可谁在大半夜开车？我有些好奇，就到窗口看，果然看到一辆卡车开出了广场，似乎往装煤点那边去了。离得太远，我也没看清是谁的车，心想可能是矿里有什么其他安排也说不定。第二天我们照常去排队装车，这次武德发他们倒没闹出什么事来，只是我无意中发现武德发车队里好像少了一辆车。这次出发我多少有些担心，因为天气不太好，我们刚离开矿场就已经有些起风了。等快到中午时，风已经扬起了戈壁上的沙子，视线被阻碍，我们不得不放慢车速。好歹我们开的是大车，而且装满了煤，不怕被掀翻。但四周越来越模糊的视野，加上大风呼啸的鬼叫声，总不免让人心惊。我怕王成开得不稳当，跟他换了位置。到了下午时，天也阴下来了，沙粒时不时地刮在玻璃上，连一向嘴碎的王成都不怎么开口说话了。这时候我们已经看不到前后车了，车载对讲机也只是滋啦滋啦的响，完全听不见人声。忽然我在后视镜里瞥到个怪异的影子，像是某种动物四脚着地在路面上跑，但因为风沙大看不清，影子晃了一下又消失了。我稍稍踩了一脚油门，对讲机里突然传来老张断断续续的声音：戈壁上有东西，注意！我跟王成同时向窗外看去，就见茫茫黄沙中隐隐出现一些跳动的影子，它们速度很快，都在朝公路的方向靠近。这么大的风沙对他们似乎毫无影响。龙哥，那些是什么东西啊？王成惊恐地瞪大眼睛，拉着扶手紧靠车门，整个人都快悬空了。草，你老实坐下！我骂了他一句，便当加速，尽量把车往路中央靠。可就在这时，我们明显感到车后身一震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跳上来了。我刚想拿起对讲机提醒其他车辆小心，就听我旁边的车窗啪的一声，王成顿时一阵高亢的尖叫。我转头一看，正对上一张白花花扁平的脸，就像那晚大顺看到的一样。但这次我看得更清楚，这东西的脸在不断变化。从我与他对视的瞬间开始，他那张扁平的脸就渐渐有了轮廓，五官逐渐有了高低。我没有再给他变下去的机会，直接按下了车窗，抽出打魂鞭就给了他一鞭。那东西被我抽得嗷的一声向后掠去。这东西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只。我拿起对讲机提醒其他车辆，不管碰到什么，绝对不要开窗，有问题鸣笛示警。我又往前开了没多远，就听到有车在狂按喇叭。这时风沙稍歇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停在路边的老张的车，他的驾驶舱外都爬满了。那东西有的还像蜘蛛一样弯曲着四肢，
攀附着车身，有的已经像人一样双腿直立，身体拉伸的细长。我快速跟王成调换了位置，等靠近老张的驾驶舱，我打开了车门。打魂鞭在裂缝里划出雷光，抽在那东西雪白的皮肤上，留下一道道漆黑的印子。一个怪物转头冲我张大了嘴嚎叫，露出一口血红的牙齿。我照着他的脑袋就是一鞭子，他挥舞着枯树一样的手臂来抓我。我反手扣住他的手腕，本想把他拖进我的车里，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但那玩意儿好像开始怕我了，黏腻软滑的肢体像水一样从我手中溜走。接着那一群怪物都仿佛听到了什么号令一样，如洪水般退去。老张车上的人都好似噩梦初醒，瞪大了眼睛，好半天才缓过神来。好在老张有经验，刚刚任凭那些东西怎么敲打车门学人说话，他都坚持着没开车窗，也没应声。傍晚的时候，风沙已经小了很多，我们抓紧朝库里驶去。除了我们和老张，似乎其他人都没怎么跟那些怪物有正面接触。快到库里时，已经过了午夜了。今晚天上没有月亮，全靠大灯照着路面。我正聚精会神地驾驶着，前方路边的石头后突然钻出一个人来，拼命朝我们挥手。我定睛一看，是在库里做生意的那家牧民的孩子。小伙子大概15、16岁，留着小平头，平常不上学时就在库里帮大人的忙。我停了下来，他赶紧凑到我的车窗外，大叔大叔，你们是要去库里吧？带我一程呗，我出来找羊，不小心走远了。现在是半夜，又是认识的孩子，我自然不能把他扔在路上，就让他上了车。怎么这个天气出来找羊啊？我问他。今天风起得急，有几只羊跑远了没回来。我看下午风小了一些，就想出来找找，结果风又刮起来了。我四处躲，就跑到这儿来了。我让王成给他倒了杯保温壶里的水，他跟我们连连道谢，是个懂事又淳朴的孩子。我们总算平安到了库里，那男孩已经靠在车上睡着了。我把他背了下来，正往石头房子那边走，就看到男孩的妈妈急匆匆地往外跑。看到我背上背着孩子，男孩妈妈惊呼一声，慌忙迎了过来。原来孩子的家人也在四处找他，孩子的父亲和几个亲戚现在都还没回来呢。我把男孩一路背回了他们的屋子，孩子妈妈一直在旁边向我道谢。男孩似乎睡得很沉，我小心地把他放到床上，他手垂下来的时候正好碰到了我的手背。我心里莫名咯噔了一下，这孩子的手怎么这么滑啊？虽说才15、16岁，但到底是牧区长大的，又自小帮着家里人放牧干活，这手怎么也不至于滑嫩得像鸡蛋一样。我心里怪异的难受，但又不敢肯定，毕竟前不久这孩子还活灵活现地跟我们聊天说话呢。我之前在库里也见过他好几次，在车上时我完全没发现他有什么奇怪的地方。我正看着那孩子白嫩的手发愣，孩子的妈妈攥着一摞100元大钞走了进来，非要把钱塞给我。我一边推拒，一边退到了屋子外面。我有心跟孩子妈妈提一嘴，但不知道怎么开口，毕竟是我的凭空猜测，总觉得太过夸张了。恰巧这时男孩的父亲回来了，听说我找到了孩子，也连连向我道谢。我心里放不下，还是抓着男孩父亲的手，着重说了一句，这孩子的手都白白嫩嫩的，好像连毛孔都没有，真不像能帮着放羊的孩子。我不知道我这句莫名其妙的话能不能让男孩的父亲意识到什么。男孩父亲也着实愣了一下，他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，突然抬起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然后转身就走了。这一晚我睡得很不安稳，好像一闭眼睛就能听到那孩子的哭声。我打定主意，第二天早上再去看看那牧民一家。这样到凌晨时，我才睡得稍微踏实了一些。天亮后，还是王成叫醒的我。他看看我的脸色，问道：“龙哥，你昨晚也没睡好吧？”那伙牧民昨晚不知道在干什么，一直进进出出的。今天天不亮，就好像在剁什么东西，搞得我一晚上都在做噩梦。我听了，连忙洗漱好下楼。刚出了我们住的石头房子，
正好碰到昨晚的父亲背着那个男孩从外面走回来。他看到我，还特意绕了过来，跟我说了一句：“孩子找到了。”王成都懵了，看着那父亲背着孩子离开的背影，愣愣地对我道：“啥意思啊？孩子不是昨晚就找到了吗？”我没给王成解释，怕又吓破他的胆子。但是看起来我的猜测没错，而且牧民们实际知道的比我们多得多。正在这时，男孩的妈妈端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笼屉过来，远远的我就闻到了一股很特别的香气。哟，阿妈，这做的什么啊？好香啊！王成的注意力瞬间就被吸引住了。男孩妈妈冲我们笑了笑道：“特意给你们蒸的包子，谢谢你们昨晚帮忙。这可是好肉，平时都吃不到呢。”我们进了饭堂，果然就我们一伙人有包子。王成迫不及待地掰开一个，就见里面的肉馅都是白花花的。其他人倒还好，我、王成和老张车上的人真的是一口都吃不下去。男孩妈妈见我们不吃，还劝我们吃了吧，吃了这肉以后在风沙里开车就不用担心了。我一下意识到，这牧民阿姨似乎是在向我们暗示什么。这些牧民一直生活在这里，但他们并不惧怕那些东西，也许就跟这肉有关。只不过一想到昨天贴在我车上的那张白花花的怪异的脸，我实在是下不去口。反正我不怕那东西，我就让王成和老张他们都吃了。王成一开始还有些抗拒，但后来没忍住那股香气，吃得特别欢。我们离开库里后，王成又想起了那个男孩的事，禁不住地问我。我就把昨晚的事都告诉他了。我们接回的那个男孩应该是假的，说不准就是那些风沙里的怪物变的。牧民们显然是知道那种怪物的存在，昨晚又出去了一趟，把真的孩子找了回来。至于那个假的，我意味深长地看了王成一眼。后来王成吐了一路。等我们再次返回矿场，矿上的气氛又变了。这回不止晚上不下井了，连白天都停了。这么大一个矿，突然全体放假，肯定不是小事。我们找到老袁打听，老袁眼眶通红，深深吸了口气，才告诉我们，矿上死人了，死的是阿贵。我万万没想到，明明前几天我们还跟阿贵聊天呢。老袁难受的直捶胸口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家里人说，他媳妇总给我们送吃的，他孩子都没多大呢。怎么死的？死在哪了？我还是不太想相信，那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会这么突然？死在装车点附近了，那天晚上轮到他巡夜。本来这些天矿里闹煤魁，大家都不爱出去，上面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但阿贵不信邪，非要出去。老袁自己也很困惑，你说煤魁这种东西，我听说过好多次了，哪个老矿没闹过啊？可从没听说过真出人命的。而且矿上该拜的都拜过了，该走的流程也都走了，这按理来说应该没事儿了，那怎么能确定是煤魁干的呢？我问道。因为他身上的伤啊，老袁回答。警方那边倒还没说什么调查结果，但是早上发现阿贵的人说，他身上都是一道一道的煤灰印，伤口特别粗糙，不像是力气划的，倒像是埋在煤堆里的骨头硬生生刮出来的。而且现场还有一股很大的腥臭味，就像是死了很久的鱼。我迟迟没从阿贵死去的震惊中回过神来，老袁的话一遍一遍的在我脑子里来回转。说到腥臭味，我在大顺出事那晚也闻到过，这会是巧合吗？老袁还告诉我们，最近矿里的监控出了故障，井下还好，地面好多地方的监控都成了雪花，这让警方的调查也陷入了困境。这么多事同时发生，矿上难免人心惶惶，私下里猜什么的都有。矿场的领导怕井下再出大事，这才让大家都暂时休息了。跟老袁告别后，大家都很沉默。我们往宿舍走，路上正好碰到了武德发和那个老头。武德发行色匆匆，少有的完全没有搭理我们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。那个老头跟我擦肩而过时，我又看到了他捧在手里的黑色小坛子。在那一瞬间，
我忽然从脑子里混乱的思绪中抓住了什么，我立刻转过身，叫住了伍德发：“伍兄弟，你们的车大半夜去装什么啊？”我看到好几次了，其实我只看到了一次，还并不十分确定，但直觉告诉我，我或许能意外地收获什么。伍德发的神情在那一瞬间僵住了，他的眼中有那么一刻闪过了一抹凶狠，但他很快恢复了正常，扯着嘴角对我道：“我不知道龙兄弟在说什么，晚上大家都休息了，你看到的是矿里的车吧？”我没有回答他，只是象征性地笑了一下，直接走了。午夜，我并没有睡沉，一个逐渐接近我的沉重呼吸声直接将我惊醒。在我睁开眼的瞬间，一个黑色的影子就从天花板上扑了下来，我直接翻身跳下了床。那东西干哑着嗓子怒吼了一声，它漆黑的身体布满了血线，挥舞的四肢都是枯烂的骨头，一整张像是人皮的东西搭在空荡荡的身体上，干瘪的头骨罩着一层厚厚的煤壳。这就是煤魁，它并不像老袁形容的那样无害，它似乎被什么激怒了。他朝我冲过来时，我抽出了打魂鞭，这东西十分坚硬，鞭子抽在他身上就像打在铁板上一样，一层厚厚的煤灰扑簌簌地掉落，他在尖叫却不肯后退，尖锐的鼓手直朝我的胸口抓过来，我用手臂去挡，震得手臂直发麻。我早猜到今晚伍德发可能会对我动手，所以我把老张、王成他们都赶到了别的宿舍。我的手臂被骨头戳破，血流下来的时候，煤魁突然往后缩了一下。我借着机会搬动旁边的铁质衣柜，直接朝煤魁砸了下去。借着衣柜的重量和我的体重，我把煤魁死死压在了下面。煤魁露在外面的干瘪头颅一直在嚎叫，我用打魂鞭绕过他的脖子，狠狠一勒，他的颈骨被勒断的一瞬，整个身体都像一块被粉碎的煤，直接化成了灰。我脑子里的线索已经串成了线，我愤怒地拎起打魂鞭冲出宿舍。刚一打开门，我就闻到了浓重的腥臭味儿，果然是伍德发干的，是他害了阿贵。这种腥臭的东西应该就是那小黑坛子里装的东西，这种东西可以招邪引邪，之前绍兴得罪了他就往绍兴的车上倒了一点，但没想到那晚是大顺替绍兴看的车。伍德发就是利用这种邪门玩意儿激怒了煤魁，把矿场搞得一团乱，然后趁着工人夜里都不敢出门的功夫，跟其他人里应外合，偷煤运煤。阿贵坚持出门巡视，很可能撞破了伍德发一伙人的勾当。阿贵是死在煤魁手上，但始作俑者肯定是伍德发。我直奔伍德发住的房间，一脚踹开了他的房门，却发现屋子里空荡荡的，伍德发跑了。我敲开了伍德发其他手下的房门，发现除了那个老头，其他人都在。他的手下们面面相觑，显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抛弃了。我出了宿舍，开了自己的车，追出了矿场。这一晚，公路上没有风，月亮隐隐躲在云后。我猜伍德发应该没有出逃多久，他必须等所有人都睡下了，才能无声无息地走。我开了大概1个多小时，前方的车灯突然闪了闪，我恍惚看到前方的路面上坐着一个什么东西。等稍微接近些了，我才发现那好像是一座诡异的神像。我认不出是什么神，它有很多只手，表情似笑非笑。在大西北的空旷公路上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东西，我用脚猜都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本来想直接压过去的，但随着车灯一闪，那神像瞬间就坐到了我前方的引擎盖上。同一时刻，我的耳边像是音响炸了一样，刺耳的电流声震得我的眼前一阵发黑。然后我就看着那诡异的神像慢慢地向前伸出头颅，穿过了我的挡风玻璃。那张似笑非笑的脸直直地朝我的头顶压了下来。我索性把眼睛一闭，反手抓住打魂鞭，横着挥了出去。打魂鞭敲在了挡风玻璃上，当的一声，我耳边的电流声霎时停止了。我再次睁开眼睛时，眼前已经没了那诡异的神像，但是
一股寒意紧接着从我的背后袭来，我的座椅后面探出了无数只清白的手臂，死死箍住了我的身体。在后视镜里，那诡异的神像就在我的身后，弯起的嘴角露出一丝丝血线。他冲我笑，那无数只手臂的力量越来越大，像是要把我活活勒死在这儿。我紧咬牙关，生死关头，心下凶性四起。换成别人，可能多少要生出些惊恐之心，但我此时此刻只想把这玩意儿捣成烂泥。我聚集了全身的力量，两条胳膊紧绷成钢，一只、两只，我逐一崩断了他的手臂。在身体刚刚能活动时，我回身就给了那神像一拳。斗大的拳头砸在那东西的脸上时，我听到了一声崩裂的脆响。等我抓起打魂鞭再想抽它时，那东西就不见了。我赶忙回身抓稳方向盘，这时就见路面上有一小块造型怪异的木牌，我开车直接压了过去。半个小时后，我追上了伍德发的车。伍德发按下车窗，跟我四目相对，他冷笑了一声：“师傅真没说错，你果然不是一般人。”我见他副驾驶上还坐着那个老头，看来这老头就是他口里的师傅了。他用的那些邪门歪道，恐怕都是那老头指导的。伍德发，跟我回去！你偷煤运煤，还害了阿贵，警方都介入了，你以为你能逃得了？伍德发眉毛一挑，看起来并不慌张。龙兄弟说的对，我知道错了。不瞒龙兄弟，我现在就是要去自首的。不过偷煤运煤我认，阿贵的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伍德发笑了，那晚我可不在矿上，我有不在场证明的。我一下愣住了，伍德发说的没错，阿贵的死如果真的是发矿的煤魁干的，伍德发根本不需要在现场，警方哪怕怀疑他也找不到证据。我的手死死扣住了方向盘，难道阿贵就这么白死了吗？伍德发得意地晃了晃头，这人啊，时也命也，倒霉起来谁也没办法。龙兄弟还是想开一些吧，不过你放心，要是需要捐款什么的，我义不容辞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真的想在这无人的公路上了结了他。为了几车煤，搭进了一条人命，这人竟然毫无悔过之心。但是我不能那么做，我干不出那种事。我看向伍德发，显然他已经提前做好了所有预案，成竹在胸，哪怕被警察抓住，他都毫不畏惧。而就在这时，天上银月出现，我突然发现，一直坐在伍德发副驾驶上沉默不语的老头，竟然意外地露出了一双尤其白嫩的手。他搭在车窗上的手腕，在月光下白得都直反光，别说皱纹，好像连毛孔都没有。那根本就不是一个老人应该有的手。好啊，2天后，伍兄弟要是没按时到达安和，我会帮你报警的。伍德发哼了一声，扬长而去。我缓下了车速，看着他的车子在漫漫戈壁上越走越远。果然，人生在世，报应不爽。2天后，警察在戈壁滩上找到了伍德发，他的车不知道翻了几番，身体被不知道什么东西拖到了外面，脖子断了，胸口也被掏了个大洞，而跟他同行的老人则下落不明，就此失踪。几天前那场风沙，遭遇怪物的并不只有我们一行人，恐怕那个自诩精通南洋巫术的老人也没想到，自己最后会折在这茫茫戈壁上。煤矿配合警方进行了一番彻底的调查，查出了矿里所有跟伍德发他们里应外合偷煤贩煤的人，上至中层领导，下至保安、监控室的员工，足足拎出了一大串。一开始他们只是在每辆车的重量上做些手脚，但后来渐渐就觉得这样赚的钱太少了，一切始于贪欲，最终他们也都各得因果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